丹道高人李锦博老先生数十年修道方法的真传，指导人们如何具体修道，以达到健康长寿、开发潜在功能、生发智慧，最终提高生活品质的目的。李锦博老先生年届90，依然鹤发童颜，耳聪目明，思维清晰，健步如飞，可见其修道体悟真实不虚。若能按照李老的指导如实去修，也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。回过来谈盘腿，讲到现在，我们了解了修道的几个要点。洗髓经里的方法，对于健身养神，对于治病防病都有一定效果，但是要长寿，那就达不到了。怎样才能长寿，并且开发人的潜能？那我们必须了解盘腿坐的道理。修道、修佛为什么要盘坐？盘坐有什么好处？特别是双盘有什么好处？为什么道家的道士和佛家的和尚，他们都要打坐练功呢？他们为什么要盘腿？这种盘腿的姿势多达12种。盘腿，它的首要目的就是防止漏精。精气想要不外泄，必须盘腿。盘腿一定得功夫，不一定。好多出家人老了一身病，因为姿势不正确，照样出毛病。那么盘腿的关键在哪儿呢？不在腿，在腰，在颈。做事不正确，坐得久了，屁股肩会疼，腿当然也疼。为什么？痛是不通，对吧？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。盘腿痛，首先是哪儿不通呢？是腰和颈不通。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呢？南怀瑾老先生提倡屁股底下垫高坐，屁股垫高自然腰直。以前的古人还用一种方法叫晃海，就是这样，上身转圈。平时盘坐腿痛，就要练这个。什么叫晃海？海呢，就是海底，具体说就是肛门的前口，就是阴窍以它为中心，跟画冰激凌蛋卷似的。手要这样往后，手往后一背，就能打开中丹田窍接人气。初步练盘腿坐，我们要练这个晃海。人的会阴窍是海底轮，要练这个晃海画圈，要越慢越好，越柔和越好，不要用力，要慢，要圆。先晃海热热身，然后盘坐的时候有个窍门，这个窍门就是我们坐的时候，把上半身的重心往前放，而不是端住个架子往后。我们多数人打坐是这样做的，就是垂直90度。那么重心在哪儿呢？重心在屁股尖上，坐久了屁股尖当然疼。佛家道家真会打坐的，他们是先伸直了腰，往前扶一下，完了以后上半身起来，下半身不动，然后重心落在中间，而不是后边。这样一来，并不是90度，而是往前的，这才叫莲花坐。上半身的重量主要靠两股承担，而不是屁股尖。盘腿的目的，第一是防漏，防止漏精气；第二是温暖脚心。我们心脏的血液流通，每15分钟一个回圈，靠心脏的泵压来完成。脚心是动脉和静脉交汇的地方，网状的，脚离心脏又最远，所以喝烈性酒喝多了，脚心就血脉不通，所以白酒少喝，有好处，一喝多脚就发凉了，而且年纪一大，脚心就老是凉的、麻的、木的，因为血液回圈不好。因此老年人天天要散步，千万别老蹲在家里不走，慢慢就不能走路了。医生跟我说过，像我这个年龄一天要走3个小时。我在苏州住的时候，
一天出去走3公里，回来走3公里，在湖边练功1小时。散步跟盘坐一样，温暖脚心，保持腿脚的气血，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。但是散步腰要直，身体要挺直，不能弯腰走路。老年人天天要散步，因为人老先老腿，年岁大了，骨质钙化，越来越走不动了，一走就腿疼，尤其上台阶，上不动了。所以我们老年人一定要练走路，走路的时候要配合呼吸，这是老年人。修道的人一定要盘坐，盘有12种姿势，不是只有一种，就好像站桩，站桩有36种姿势，盘腿有12种，这种叫散盘，也叫同盘，这种叫单盘，也叫银盘。先以右脚压左骨上，后以左脚压右骨上，这样的双盘法叫降魔坐。先以左脚压右骨上，后以右脚压左骨上，叫吉祥坐。所有的佛都这么盘坐，这是最高等的。那么盘坐法还有很多，比如这种做法叫齐鹤坐，农村老太太都是这么做的。云冈石窟里面的壁画里也有许多盘腿的方法，也有跪住的，跪着的是脚跟压着屁股尖。日本人习惯于这种盘法，日本武士习惯拿着个小马扎式的工具，把腿这么放，坐在上面，这是日本的习惯。年轻一点的人最好坐一个椅子的前半部分，坐直了，别坐满。为什么呢？坐满会影响下肢，气就不通，这样半坐气才容易通。不过这有缺点，就是容易滑下来。年轻人可以这么做，年老就不可以了。此外，我还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脚平膝、接地气的问题。我们习惯于坐椅子上，脚丫子不住地，或者翘着2郎腿，只有一个脚住地。修道的人踏着2个脚心，要像吸盘一样吸住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身体里的病气都是从脚心排出的。其次是腋窝，我们的病气是从脚心排出的，所以我们坐的时候双脚要住地，不管这椅子是高是低，一定要脚吸住地，叫做脚平膝。因为脚平膝才帮助我们把病气排出去。不知大家听懂这意思没有？武术家练功有一种叫摩擦步，他走路的时候好像这个脚没离开的在摩擦似的。修道的人走路的时候、坐的时候都要脚好像张开似的。实际上脚丫子怎么能张开呢？只是意念上微微张开一点儿，就好像吸盘要吸住地，不要用力，这样的话你的病气就可以往下排。今天我们讲正身，讲调整姿势。在修道里面有正身4纲，即4个要点，其一就是脚平膝，其二是弓要圆，其三是腰要直，其四是头要正。